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健身。今天是2025年1月10号星期五。今天想要来做开箱，因为在网络上买东西，所以开箱之前建议都先录影，避免有一些问题的产生。接下来我们来开箱。那我买的是点碳机的测流仪，测量电流的。这边是它的主萤幕，这边是接控制板，然后这边是编码器，这边是接传感器，它是用 Type-C 的。那我们直接把它接上去，开机就这样子。这个是测量功值还有有效值的。简单来说就是设定需要的功率以后，点碳的时候我们可以记录一下它的电流值。这样子我们不管是自己制作点碳机，或者是买这种成品，我们都可以自己去测量点碳镍片厚度的所需要的一个峰值。那我这边先拿 0.2 厚度的镍片来进行测量。点碳机的档位先设定为9，然后我们先测量一下电流。那我们把它穿过去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简单做个测试，记得你测试点碳机、点碳电池的话，一定要从负极开始。峰值是 2.423， 有效值是 1.99 kA。这边还有一个脉宽，脉宽是 7.5 ms。 接下来我们把它拆掉，这样子就可以焊得很紧了。所以以后我们在做点碳的测试的时候，可以参考这个峰值。接下来我们来测试我们之前做的点碳机，现在换成我之前做的这一台变压式的点碳机。那因为这一台它是有双脉冲的，我先把它设定为单脉冲，功率我都是直接开到最大。我们现在来测量一下它的峰值，看到底差了多少，为什么这一台在使用上点碳的效果那么不好。这边有警告音，那我一样这边给它做个记录。那它的脉宽是 73.2 ms， 峰值是 0.687 kA， 有效值只有 0.62 kA， 难怪这一台的效能那么差，它完全是点不住的。那我这边换这一种点碳笔测试一下，我这边全部都给它改成快接的。后续我还是想要自己再尝试将这些点碳机改良得更好。虽然我已经有买新的点碳机了，但是有时候自己做的比较有使用上的成就感，这个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啊。接好以后我们来测试一下。峰值差不多啦，它的规格差不多，用图示的方式给各位观赏一下。脉宽是 81.6 ms， 峰值是 0.728 kA， 有效值是 0.62 kA。 现在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一台点碳机是完全没有办法使用的。变压式的点碳机，我在网络上有看过一些师傅，他们是把它2颗或者是3颗做成串联的方式，增加它的电压，也可以增加它的功率。所以这个等我以后有收到几颗一样的变压器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改。变压器的点焊机我们就测试到这边。那接下来我们来测试用继电式的点焊机测试看看。继电式的是搭配电池的。那我这颗电池已经充饱电了，那我们时间调成 0.5 毫秒。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。这一个脉宽是171 ms， 峰值是 0.706， 有效值是 0.53， 测量出来数值也是不高，所以现在已经点焊不上了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电池啊，之前全新的电池是可以焊到 0.2 厚度的镍片，那这一颗电池也是买没有多久，我自己有更换新的电池，看来这一家的电池不是很好。但是我买的是一样的厂牌，所以具体原因出在哪里这个也不晓得，因为后来我在点焊的时候都点不上，所以点焊机的部分我个人还是比较不推荐电池。电池的部分是损耗太快了，那你相对比较之下成本太高了，所以现在买点焊机的话，目前的选择还是比较推荐法拉式电容的点焊机做电池的点焊。编码器的部分，它的设计也是蛮简单的，我们就点进去。第一个就是保存以及退出，第二个是蜂鸣器的开关，第三个是虚焊警告。它设定是 1.0 kA， 最少就是 1.0 kA， 最大可以到 15 kA。这一台它是可以测直流跟交流电的测流仪。传感器的部分，因为它有2片大小不一样的，小的应该就是传感器1，那大的应该就是传感器2，就2个。简单的介绍就介绍到这边为止。
那我这一篇 DIY 点焊机侧流椅简易测试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敬请订阅和分享，谢谢。